那么爱抱怨的话，去我的家乡上海或者北京住1个月，就知道台湾有多好了。为什么大部分搭乘大众捷运的人如此道德沦丧？就是我上车，同时有4个人站起来说我们要去打麻将。看来很多台湾人都有去过我的家乡上海，但是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那其实我现在觉得，我以前说过台湾捷运好的一方面，我觉得并不那么值得夸奖。也就是你不能说隔壁那个傻子考试考了20-30分，然后你考到及格，你就很值得夸奖，对吧？我也同样说过台湾的捷运还有表现不好的一方面，就是背着背包并不会拿下来放到身下或者放到前面，还有就是很多人喜欢挤在捷运的门口，哪怕里面很空，他也不往里面走2步，图自己下车方便。Hello， 大家好，我是主车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因为爱情嫁来台湾，因为家庭和孩子选择留在台北生活。原本是一个广告设计师，现在是一个离100万网红还差97万订阅的 YouTuber。前2天呢，我在网上查资料，突然有一个内容就吸引了我。那个内容是说，那么爱抱怨的话，去我的家乡上海或者北京住1个月，就知道台湾有多好了，就知道台湾是一个宝岛了。其实是一个在2008年po出的贴文，贴文的标题是为什么大部分搭乘大众捷运的人如此道德沦丧，说得很严重，道德沦丧。那它的内容呢是说，为了响应政府的节能减碳措施，所以前一阵子开始搭公车和捷运，搭了4个多月的公车和捷运之后，目前怀孕8个多月的我，您猜猜有被让座几次？结论是2次。重点还是这2次都是同一个好心的年轻人，不管车子有多挤，或者是车子只是刚好没座位，总是有人坐在位置上。只要自己坐的不是不爱坐，就好像这个位置理所当然是你的，不管前面站的是孕妇、老人或者是小孩。有人说只要不是不爱坐，就没义务要让位，这样讲是没错，但是各位大婶大爷、小姐先生同学，不是每个有需要的人都挤得到不爱坐的旁边，不是每个不爱坐都被有需要的人坐满了之后，其他有需要的人就注死一定要用站着的。还有人说不方便你就不要搭公车捷运呀，不是每个老人都有钱搭计程车，不是每个孕妇或是带小孩的妈妈都能够自己开车，不到自己有需要的那天，你不会知道那个你平常坐爽爽不愿意让位的位置对有需要的人有多重要。现在的人是怎么了？同理心这3个字都不会说吗？非要别人请你站起来丢尽了脸才愿意，更何况上次还看到被人家请起来的年轻人还不停地回骂，想到这些事就生气，想不到坐个大众交通工具看到的是大众丑恶的心。下面还有分割线，分割线下面的内容是我刚刚算了算，标题应该要加上大部分才对，大部分人道德沦丧。因为计算了一下，以我坐公车转捷运再转公车做了5个月下来，巴拉巴拉巴拉，他总之算下来，在1600个人次中只有1位先生让过座，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大部分人是不会让座的。这个 po 主的观点我真的不太能认同，说的太严重太夸张了，大部分人道德沦丧。以我个人的经验，因为我在台湾住了有4年的时间，外出出行基本上都是搭捷运，但是呢我都是会带着小孩外出出行，被让座的几率很高。那我也看到他下面有一个回复是说其实还好吧，每次我一个大男人带小孩不足2岁搭捷运10次有9次有人主动让位，只能说我的样子看起来比较狼狈。那其实我觉得我出门也没有很狼狈啊，就是蛮正常的出门带着小孩，真的很大部分时间会有人给我让座。而且有一次坐公车我也说过，就是我上车同时有4个人站起来说我们要去打麻将，开玩笑，就是同时有4个人站起来给我让座，真的非常客气，让我坐捷运或者公车的体验感受台湾非常好。那其实下面有几则回复，我觉得我也是蛮能认可蛮能理解的。有人说主动让位，我就有碰到尴尬的事，让位给老人家，结果老阿伯说我还年轻不用坐，那我这个更年轻的要不要自己再坐回去？让位给孕妇，结果人家根本就不是孕妇，整个觉得自己白目，结果孕妇说我下一站就下车，最后我让位的方式就是自己判断，觉得有人要坐就自己默默地站起来走到一边，要坐就让觉得自己有需要坐的人坐。还有个人说我搭捷运已经几乎不会坐了，因为坐下随时注意有没有需要让座，以我的个性会让我坐得非常不安，
加上自己还年轻，还站得住，索性就不做了。虽然让座是美德，但有时真的会造成一些不安，生怕没让座会被人贴上标签。我非常能理解这个人所说的，就是以我自己以前单身的情况下，我也非常不愿意去坐座位，就是生怕我坐在那里有比我更需要的人上来，就是我判断他比我更需要，但实际上他不要坐，我站起来让座，他说我不用，我马上就要下车了。这种情况很尴尬，所以以我现在的情况，带着小孩上了捷运，我几乎都是头低着，全程头低着，或者跟小孩互动，或者看手机，很少敢跟别人对视，因为我真的有一些社恐，然后一跟别人对视，目光一转，可能别人就会站起来给我让座，我也觉得其实我不太需要这个位置，就会觉得有些尴尬，但是别人这样的好意，我通常就是也怕他尴尬，就是很快就坐下，但是实际上我确实不太需要座位。那也有人说我也让过座，结果奶奶不坐，我也不敢坐，旁边的人也不敢坐，大家就看着座位，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情况真的还是蛮多的。然后下面有一个人说呢，为什么需要让座还需要贴贴纸在身上？根本是台湾人的公德心有问题吧？让我想到之前看过一篇大陆的文章，说到我们大陆了，说的是有个残疾人士买了半价票，因为一些原因他没有证件证明他残疾，缺了一个脚掌，但如此明显的原因却不为车长采用，一定要他罚款。虽说我提的这则故事跟楼主所说的并不全然相关，但如果需要让座的人得要在身上贴贴纸，没贴还要被酸说，哎呀，你自己不贴贴纸，人家不让你也是应该，这样也太好笑了。其实我从来不知道台湾的捷运还有需要座位的人可以去领一张贴纸这个事情，我很想去试验一下，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比较没有公德心，就是我本来不需要座位，为了做这个试验而去故意领一张这样的贴纸，让别人给我让座，不太好。就观众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的捷运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张贴纸？我真的非常好奇。那至于说到我们上海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开头我所说的那么爱抱怨，去住一下上海或是北京1个月，你会觉得台湾已经算很好了，还不够吗？去新加坡玩5天就好，坐他的捷运，台湾真的是宝岛。另外被让座的也是真不会说话的艺术，就算被误会是孕妇，也不会说谢谢，然后坐下就好了。我们上海有这么糟糕，1个月就让人感到道德沦丧了吗？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说他说前面巴拉巴拉巴拉，如果楼主你来上海住的话，那你可能会常用这4个字，呵呵，在上海的地铁让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则po文里边出现上海的频次真的很高，看来很多台湾人都有去过我的家乡上海，但是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还有一个人说，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台湾人比起上海还是比较有爱心。有一回我去上海出差，坐公车要去客人那里，公车里人相当多，我在公车前几站上车，所以有空位可以坐。后来陆续上来了很多人，几乎挤爆整个公车。这时我的左前方坐着一位老婆婆，应该有80岁了，看起来就是不耐久站。她的正前方刚好坐着一位年轻人，我就看那年轻人一直在听音乐，也不理会那老婆婆。最后我就跟老婆婆讲说，我的位置让她坐，她跟我僵持了很久，一直不肯坐。后来还是拗不过我，她还是坐了下来。然后老婆婆跟我说，我应该是外地来的。我说是啊。接着她说她在上海生活这么久，上海人从来都不会让位给老人家坐。我是有些傻眼，台湾人看起来还是善良很多，至少还是有人愿意让座给孕妇和老人坐。我们上海给大家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非常抱歉。但是我在这里就是要为上海人稍微申辩一下，其实上海总人口是2000多万，但是外来流动人口也有2000多万。那上海总人口里边包括小孩、中青年、老年，出行的可能只占到1/3左右。那外来人口2000多万，可能都是以青壮年为主出行的就占比较多的比例。所以在上海的公车或者捷运上看到的可能一半一半，一半是上海人，一半是外来的人口。那我这里也不是说上海人水准比较高，我们这里一概而论就是中国大陆人。通常来说确实让位的会比较少，大家的生活节奏也比较快，坐下了可能就自顾自看手机什么，不太会关注车厢里发生了什么情况。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以我上海坐地铁的经验来说，你上海有需要座位的人要挤到座位边上非常难，上海的地铁真的是太挤了，你大部分人可能就挤在车厢里，
真的想要坐座位的人没办法走到座位前面，那当然那个想让座的人可能也没办法让好座，让那个人挤过来，自己再挤到他的位置上，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也会降低大家去让座的一个意识。当然这些理由不足以成为不让座的借口，那确实以客观来说，台湾让座的人真的要比上海让座的多很多。那其实关于台湾的捷运呢，我之前也分享过好几次捷运不错的一方面，就比如说排队很有秩序啊。我还说过台湾的捷运大家都保持安静，手机会外放的人很少，但是这点我同样也说过，上海从几年开始已经有这个法规，就是捷运上禁止手机外放，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执行的怎么样，应该还不错啦。那其实我现在觉得，我以前说过台湾捷运好的一方面，我觉得并不那么值得夸奖，也就是你不能说隔壁那个傻子考试考了20-30分，然后你考到及格，你就很值得夸奖，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需要做到的事情，就是我拿自己来衡量，我都是会排队，我都是会保持安静。我也同样说过台湾的捷运还有表现不好的一方面，就是背着背包并不会拿下来放到身下或者放到前面，还有就是很多人喜欢挤在捷运的门口，哪怕里面很空，他也不往里面走2步，图自己下车方便。所以我觉得我之前说过的什么排队啊，保持安静啊，并不是那么值得夸奖，是一个良好公民正常应该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今天想说的呢，就是台湾捷运在政策上确实值得夸奖的几个方面。第一点就是台湾捷运很独特的一个风景，有很多行动不便的人士，他们会坐着电动代步车自由进出捷运，来去自如。因为捷运有非常完善的无障碍设施。这一点我觉得我出去旅游到其他国家也很少看到的，当然我在那边没有生活过，我在台湾生活让我见识到了台湾有这样好的一面。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发展到非常高的地方才能关注到的少数群体的利益，也就是其实对大众的需求，我觉得是也有一个金字塔的。那首先满足最底层的需求，大家可以自由上捷运，然后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才会关注到少数人群他的出行自由，他也能否顺利的搭乘捷运。所以我觉得台湾在捷运的政策上这一点是做得很好的。在上海的话，你不要说行动不便的人士的电动代步车了，你哪怕提一个行李箱上下捷运都非常困难。有的捷运没有这个无障碍电梯不说，它可能连手扶电梯都很少，只有少数几个出口才有。然后呢，上海对于行动不便的人士，它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帮助政策，就是它会有一个按钮，那个按钮是让站台的人来帮你，然后有的走楼梯的地方，它旁边会装一条那种可以翻下来的平台，让那个轮椅代步车可以坐上去的。但是我实际没有用过，而且我有上网查过，就是实际这个响应非常慢，那个站务人员可能要处理其他事情，处理完才会来给你这个人帮助，所以它在实际上的应用还是很不方便。还有第二点，我觉得台湾公共交通非常好的方面，就是宠物可以自由的带上车，哪怕是捷运和公车都可以，只要在一个容器里面，不让它自由跑动就可以了。这个真的是关注到少数人群以外，甚至关注到了少数的族群，就是真的是需求金字塔达到了更高的层次，让爱毛小孩的人士也能更方便的出行。这一点在上海想都不要想，甚至在上海很多计程车它都不允许你带宠物上去，可能只有私家车可以解决。第三点，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非常方便的一部分就是台湾的捷运可以让脚踏车上去。问问看可不可以坐？可不可以坐捷运？请问现在脚踏车可以上捷运吗？这个放下午4点前可以。哦。对，你要坐到哪里？坐到北投。对。
可以。这样可以的吧？一样会买票哦。哦，好，对，一张票是80块。好，你看到北投之后长的那一张交回去给询问处就可以。哦，好，我帮你开旁边的。好的，好的，好，谢谢。等一下等车第一节或是最后一节。好，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好，谢谢。4点全啊，现在是阿姨说，等一下要从旁边的门过。说什么？等一下要从旁边的门过。我嘴巴。你嘴巴有什么？可以吗？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要到车头。要很久，哎，挺先要很久。没吃人，但是对，我们要等在这里才能上车。好像蝙蝠哦。蝙蝠啊？我还有，我干嘛啦？车门即将关闭 ，Doors closing。車門是被關上，車門就愛關咧。但是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好像是避开了早晚上下班的高峰。我有一次是带着2个小孩推着脚踏车上了捷运，虽然是要收好像100块还是80块的脚踏车的票，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合理，因为毕竟脚踏车占地比较多，另外也会给其他乘客造成不方便，甚至有一些安全隐患，也就是没有扶好的话倒下容易压到别人，所以限制在一个捷运不那么繁忙的期间可以让你脚踏车上去。还有第4点呢，就是我觉得台湾捷运站的厕所设施很完善，它不光有男厕所、女厕所，还有一个综合性的无障碍厕所，它里边可以让行动不便的人士有那个扶手的设施，而且那个洗手台会比较低一点，另外还有尿布台可以给需要换尿布的小孩使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有一个马桶边上会有一个翻下来可以把小孩绑在上面的座位，不是绑啊，是安全扣，可以让小孩扣住的。这个真的对我非常有帮助，因为带过小孩的人一定知道，你上厕所的时候，小孩如果会走的话，他会到处乱跑，甚至可能把你的门按开，让你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坐在马桶上，所以那个座位就真的给带小孩的家长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人性化，而且是每一站捷运都有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因为我没有坐过，每一站捷运站都停留过，如果有错的话希望观众指出。但是以我个人的经验，我觉得台湾的捷运站厕所已经分布很广泛了，我观察到就是每一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厕所。那上海呢，我个人的经验就是上厕所非常不方便，并不是每一站都有，甚至有的站是要出站很远才能找到厕所，它真的就是上海发展的可能比较迅速，太迅速了一点，很多人性化的服务它就没有跟上，它可能只是造了很多地铁，提了很多车速，有很多条轨道，但是像周边一些无障碍的电梯设施，像一些人性化人有3急需要解决的厕所就没有跟上来。所以台湾捷运的这4点，就是一个是无障碍人士出行，一个是宠物，一个是脚踏车，一个是厕所，这个规划上面的4个地方，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夸奖，很值得去学习，而不是说台湾人排队，台湾人在捷运上保持很安静，这个值得夸奖。这个虽然也是很好，但它只是我觉得一个人基本应该做到的方面。好了，那本期关于台湾捷运，我觉得确实比较优秀的地方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觉得更多
台湾捷运不错的地方，也可以留言告诉我，让我了解到台湾捷运更好的地方。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各位。